今天的舞台上，我们将奏响那最朴素的凤凰琴。3个舞台，多重空间，影视化和舞台剧的结合。他们欺上瞒下，这事儿你管不管？我管。于校长，张老师不见了。别认为就你清楚，别人都是在骗人。这次想得点奖金，修个校舍，给孩子们过冬。我把我的感受写在了文章里，叫做《大山小学国旗》。1993年教师节之际，一部名为《凤凰琴》的电影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并接连包揽金鸡奖、百花奖和广电部优秀影片奖等奖项。影片讲述了刚刚高考落榜的女青年张英子，来到山沟里的一所小学任教，与当地几位民办教师从互不理解到互相支持的感人故事，把乡村教育的真实情况生动地展现在了全国观众的面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所小学，再次感受大山深处那些孩子们的天真与渴望，那些老师们的执着与期盼。在绵延起伏的大山深处，有一所不起眼的小学校。小小的操场中央，立着一根简陋的旗杆，旗杆的顶端飘扬着一面略显破旧的5星红旗。这是电影《凤凰琴》当中一个名叫界岭的乡村小学的样子。这部电影在当年上映之后，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民办教师这个群体的关注。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界岭小学，也再一次去奏响那最朴素的凤凰琴。让世界品味中国，这里是由泸州劳教国教1573独家冠名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大家好，我是董卿。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特约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上个世纪50年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教师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师资力量就更显薄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学校，他们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而离开了学校，他们又像普通的农民一样，要为了生计苦苦耕耘。电影《凤凰琴》是根据刘醒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乡村老师的故事。那些隐藏在大山深处的艰辛，那不为外人道的那份苦涩，还有只有乡村教师才会体会到的笑中带泪的感受，随着一曲《凤凰琴》走进了千千万万读者和观众的心。我们今天很高兴把这部小说的作者、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著名作家刘醒龙先生也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你好，刘老师，你好。你好，董先生，欢迎您。来，我们前台就坐。我手上现在拿着的就是当年的第1版的《凤凰琴》，是吗？对，这是收到小说集里面的《凤凰琴》。最早出版的是这本书《青年文学》里面，是1992年的第5期，是这本杂志。1992年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当时您在哪儿，在做什么？我是1岁多，从我的老家随着父亲搬到大别山的主峰天堂寨下面的一个小镇上。那个时候不通公路，2个挑夫，一个挑夫就挑着我们家的全部的家当，另外一个挑夫就挑着我和我的姐姐，一路就走进山里。那是你们家最值钱的家当。我在那小镇上
在那县里一待就30多年。然后1992年这个时候，一系列的工作的调动，我终于又回到老家。这个时候，我就站在我工作的新的单位的窗口，看着对面的东坡赤壁，就是苏轼写《前后赤壁赋》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的那个地方。也许生命就是这样，从异乡又回到故乡。这种反腐的过程中，有些特别的因素，它就会跳出来，很自然地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当时是什么触动了您开始去写乡村教师这样一个群体？哎呀，说实在话，我的写作生涯过程中极少流泪的。我写个作品，我记得很清楚，我流过3次眼泪。为什么？因为可以这么说，在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早期，中国的乡村的教育就靠民办教师在支撑着。对，我的高中时候的班长、副班长，后来都成了民办教师。班长毕业之后成为民办教师，然后迅速做的校长，最后癌症去世。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农村成长起来的孩子，都遇到过乡村教师。那在您自己的小学的时候遇到过吗？我这个老师他是从武汉下来的，我一直认为我能够成为作家，这个老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记得电影《地道战》在这个小镇上首映的时候，这个老师提前教我们唱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歌《太阳出来照四方》。结果然后放电影之前，我们班上的学生就集中在镇上那个礼堂里就唱《太阳出来照四方》，结果把镇上轰动。啊，这些孩子都能唱电影里面的歌啊！那为什么说您能够成为作家和他有关呢？我就少年的启蒙，他就给人一种外部世界一种更美妙的想象。当年电影《凤凰琴》上映了之后，真的是引起了轰动。在老师的这个群体里边，有些什么样的反响，您知道吗？其实，在小说出来之后，反响就很强烈。我00几年在贵州一次活动上碰到来自甘肃天水地区的一个老师，他听说是我，就爬上来，很激动，拉着我的手，那半小时没松，然后就告诉我，他们那地方的老师人手一册《凤凰琴》。他们读《凤凰琴》是在读什么？他们在读自己。我记得1993年的9月10号教师节那一天，凤凰琴的电影在北京金禧宾馆礼堂首映的时候，那次有首届全国园丁奖颁奖。这个电影放完的时候，那个获园丁奖的那个十几位老师，他们就在那个会议室里相拥而泣，说他们生活就是这样。就像您说的，他们是在读自己，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不那么孤单，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同道中人和他们一样在承受着，在经历着这样的艰苦的生活，但是同时又在孕育着希望。当初我想起我那个时候见到的乡村的一些校舍，印象特别深的是
我在文化馆下去帮一个乡镇搞文化站建设的时候，那第一天黄昏的时候都放工了，我一个人就爬到那个后山上，一面国旗，再一看底下就是一所小学校，那时候学生都放了学，操场上前跑的是鸡啊、猪啊，然后一个旗杆上面就一面国旗，还在晚风中飘荡。在瞩目四看的话，整个这一片大山里，唯一别致的风景就是这面国旗。队长，敬礼，走，我哥。这个国旗显得特别的别致。其实上，对一个乡里的孩子来讲，对国家的运动，我觉得它源自学校。您的文字影响了很多人，您影响的这些人，他们会影响更多的孩子的未来。我们一直在说凤凰琴，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凤凰琴是什么样的琴？凤凰琴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寓意吗？我今天带来了一把凤凰琴，终于要为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底了。董晨老师，你看一下，哇，它这么小，而且看上去是很简单的一个乐器。50年代末，我们为了推进文化的普及而设计的这一款普及型的乐器，这个非常简单。我建议请董琴老师试试。我可以吗？非常简单。它就是这是一个弹拨片，我们来配合一下。我只需要弹拨就行。对的，你只要弹拨出声音来就行了，再弹快一点。那您当时为什么把这部小说起名就叫《凤凰琴》呢？凤凰琴在乡村它有一种特别的寓意，它是50年代末出现的，70年代末它就消失了，基本上就消失了。在乡村玩凤凰琴的都是当地的所谓的文化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内心还是有一种身份的认同，他认为拉二胡也不能体现自己是民办教师，吹笛子也无法体现，只有弹凤凰琴，因为别人都不弹，又是简谱，因为他这个声音跟别的声音都不一样。在乡村，你只要听到那个屋子里面有凤凰琴的声音，就知道这家里大概有个乡村教师教书了。哎，其实当时您写完《凤凰琴》之后，很多读者都说您一定会写《凤凰琴》的续篇，因为我们感觉那里边的人物故事还没有结束。但是一直到了17年以后，您终于提笔写下了《天行者》。为什么会隔了这么长的时间，您又开始重新去创作，去写那些人物的命运？凤凰琴小说发表以后，光我自己收到了，我少说有好几千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部分读者就希望我能写凤凰琴的续集，一直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没多久，
我就读到一个同行的写了一篇文章，写到映秀小学，汶川映秀小学一位叫樊晓霞的老师，她的丈夫也是老师。当初他们夫妻两个在分属2个高山教学点上教书，彼此都在山上都能看到对方的星火，但是走起来从这个山上下了沟里再走去1、2天都爬不过去。他们用凤凰琴的安慰自己，讲好不容易熬到这位樊老师从那高山教学点调回到县城的映秀小学，才1个星期，汶川地震爆发，就压在地下。是你必须认识，你必须记住，也必须去做的。所以我想天行者对我来说就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天行者的扉页上，您是这么写的：献给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当然，这个民间英雄您指的就是乡村教师。那您认为他们的英雄气概在什么地方？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乡村教育就是他们撑起来的。如果没有乡村教师对中国这么多的孩子进行启蒙，那是我们80年代往后的这种改革事业大业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要大很多。所以我想，乡村教师在这一块确实太了不起了。对，即便他们是弱小的，但他们依然称得上是英雄。是。我们也再次掌声，谢谢刘醒龙老师。在电影《凤凰琴》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的信息，它写着：为了救助贫困地区失学的孩子，1989年，共青团中央创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始实施希望工程。希望工程4个字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而且他也曾经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2次为希望工程捐款。如今整整30年过去了，希望工程早已被人们看作是一座爱心的丰碑。今天我们也很高兴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首任秘书长徐永光先生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您好，欢迎您，来，请坐。听说希望工程当年的建立和您的一次下基层有关，那一次您是去到了哪里，看到了什么？有一次我到了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这个村子的名字叫共和村，然后去看学校。这个学校呢，完全是没有墙的，上面就是四面透风，啊，有71个孩子在里面读书。这个71个孩子，全科及格率是0%，单科及格率是10%几。这个村2000多人，就是解放以后没有出过一个初中生。所以当时我就想，哎呀，这些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一定要先要搞好教育。所以89年，就有了希望工程。所以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共和村，后来您又回去了吗？11年以后，我又回到了共和村。那么这个共和村呢，当时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才11年功夫，这个变化太大了，孩子们完全都穿上新衣服了，啊，在一个地方景色又非常的美。
有一次我到一个学校，给学校送了一个望远镜，老师就带着孩子们拿着望远镜啊，看远景，啊，孩子们一个个抢着看，看到很远的地方，突然有一个小孩说了一声，说老师，你就是我的望远镜。哎呦，这句话真是说的就是真的把老师给孩子的关系表达出来了。因为只有老师视野开阔了，能够看得远，才能让孩子们看得更远。所以我们当时讲，孩子们是希望，老师是希望的希望。所以我们希望小学的教师培训中心就在上海培训了6万多乡村的老师。您有没有计算过，到现在我们希望工程捐助的学生达到多少了？救助失学儿童，还帮助有一些中学生、大学生上学是590多万。什么概念呢？每1000个中国人有7个受到了希望工程的资助。建了2万多所希望小学，中国每100所小学有7所希望小学，农村学校。它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希望的工程。所以我们常说，希望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它从很多人那里来，然后会传递到更多人的身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随我们的戏剧总导演田沁鑫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几位青年演员会如何来准备今天的表演。欢迎你啊！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里的中国》，我是节目的戏剧总导演田沁鑫。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辛柏青，在剧中饰演于校长。大家好，我是吴谨言，在凤凰琴中饰演的是张英子。我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我叫许文广，在剧中我饰演张英子的舅舅。我叫郭秋成，饰演副校长。我是《故事里中国》的总编剧张坤鹏，在剧中饰演孙四海，演张英子的妈妈，在戏里边演英子的爹。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演绎的作品是《凤凰琴》，这个电影呢是取自于刘醒农先生的小说，93年就被天津电影制片厂和潇湘电影制片厂看中，设置了电影《凤凰琴》。反映了民办教师的生存问题和乡村教育问题，所以这部作品呢，我还是很期待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致的一个舞台的结构方式哈。那我们这次呢设置了3个舞台，中间的舞台是1号舞台，在这个场景里边，我们可以有一些话剧的表演的方式。那么旁边呢是2号台、3号台。我们会把室内的和影视化的拍摄方法放到这个里边去，这是咱们故事里的中国舞台部分非常新颖的，我觉得也是咱们有创意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读一下剧本。你敢告状？谁让你告的？你们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我告你怎么了？我告诉你，我告你是轻的。证据？你有证据吗？你们谎报入学率。你们让一个孩子做2到3份作业，你们为了一笔奖学金弄虚作假，你们是什么？恶霸！你们哪个像教师？张英子看到第一课就觉得她热血、倔强、很执着，向往着美好、纯粹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的热血青年。你就骂你学校的老师。我也不会叫你校长。走了。我的慢一点是可以的哈。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你到这儿不回头看吗？看要后来有狼叫，你觉得也挺可怕的，你再感受一下。
3、2、1，开始。我这有狼感觉，害怕。好，行，挺好的。对，真棒。吴谨言还是比较成熟的，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很倔强的这个气质。你允许你的学校有这种弄虚作假的事儿吗？哎，那我觉得那块我那个表达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感觉有点断节。我一来，校长，你怎么还不下来呀？校长怎么不搭理我？校长，那我直说了啊。这样吧，就不要加那个你是不是假装听不见，好像就有点带入到那个里面。他们打击报复，你作为校长，你管不管？这样是了，挺好的哈，好着呢，这样就高兴了。就是去演绎一种希望，作为这种大的情怀中，怎么样通过自己这个人物演绎出来，希望能够诠释得更饱满一些。你凭什么打我？就因为你告界岭小学的状，你打我也得告。那于校长那就花费了多大的心思，才把一个山村的学校才能办下去。这次想弄个先进，得点奖金，修个校舍，给孩子们过冬。那孩子们手上啊都是冻疮，看着都心疼。可是学校穷啊，修不起。这是学校里多少人近3年来的心愿。其实乡村教师这个群体，我说起来不算陌生，我演过支教老师，也去了解了一些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他们真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们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带去知识，同时就是带去了希望和未来，不计酬劳，不计回报，真是体现了责任感和那种担当。乡村教师就像是大山里的造梦人一样，他把身边的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他带着这帮孩子，然后坚守着大山里的教育，就是这种无私的奉献，无私的坚守，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学弟，到我哥。最后那个情节升起了那面国旗，特别感触我。在望向国旗的那一刻，我觉得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向往和希望的寄托。乡村老师他们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而承担的这份使命和责任，有着很深刻的爱。凤凰琴现在看起来也是情感非常细腻，希望通过凤凰琴这个作品向默默坚守在乡村的教师们致敬。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几位特殊的乡村教师，他们来自一个家庭，他们这个家庭啊，4代人当中有20多位乡村教师，从爷爷那辈算起，整个家庭教授的学生超过2万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河北省平乡县的胡清如老师、胡亮老师，有请2位。我们也再次掌声谢谢徐永光先生，先在台下就坐。2位胡老师好，2位是什么关系？在家里？四叔。就叔侄关系啊。对，叔侄关系。凤凰琴这部电影您看过吗？看过。我看了好几遍，每次看我都非常感动。看了以后，感觉这就是我们发生的在我眼前的事儿，这都是我的学生啊，这是。我们村在我们平乡县是最南部的一个村，交通比较闭塞，学校条件也非常差，和电影里面描述的那种环境可以说还要差。我开始上班的时候啊，在那我们村的那是一个仓库，改造了一个房屋，那窗户非常的小，有的学生啊离我们学校3-4里路，那个下雨下雪的天气来了，学生啊都赶不到学校，要迟到，非常着急，就让学生啊住在我们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里面，我给他搭上一个这个木板，人个床，
我们这路灯难走，我们是胶泥地，一下雨以后，这路灯难走到什么程度啊？自行车都不能骑，得看着自行车这个那个穿鞋都带不上，把鞋都摘下来，只好掂上鞋看着自行车走。你们家里这个是爷爷那一辈儿开始办学、教书，那个时候村里可能没有几个人，没有几个人念过书。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来读书的话，爷爷怎么办呢？我们村的那个一个叫王化民的，他弟有5个，家里特别穷，这孩子想上，家里不让上，上不起啊。为了这个事儿，我父亲一次又一次的去做工作，我父亲答应家里活一点不少干，让你的孩子上学，不用家里拿1分钱。我父亲当老师，人家搞勤工俭学，学校种了10几亩地，孩子自己耕种，学校开着车卖布，学生发货卖货，学生不用拿1分钱，到年底的时候，一个学生还可以分400-500元。像这王化民那个学生，他一天上1场学，2场干活，晚上他拉下课，我父亲晚上给他补，结果成为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我们平安县的一个校长。教了第一批8个学生，3个教师，2个会计，1个医生。他们应该说对你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在我们村，父亲带了20年。他开始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带，就是5个年级，全科全部由我父亲教。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像电影里面演的这升国旗，当时我们学校就几间民房，但是我父亲啥呀，用了一个高高的那个木杆子，上面绑了一个红旗。绑上去的不能升降，当时我们都是少先队员，也戴着红领巾，在这唱国歌。是不是因为有了您爷爷，包括您父亲，后来全村的文盲就没有了？我父亲他教书的时候，他不但白天呢都是教我们上课，到晚上以后啊，还办了全村的一个扫盲班，扫除这个是青壮年文盲。在我家老家的这个门口啊，有一棵大枣树。每天吃了晚饭以后，我父亲他点着马灯，挂在了这个弯弯的那个枣树枝上，就在这听我父亲讲课。到最后，这些人呐，他能达到啥呀？就3年级的水平，记住扫除了文盲。那个马灯啊，我觉得真是点亮了人心了。是81年的时候，我高中毕业了，最大梦想啊是当个军人。在这个时候，我们村呐缺少了老师。我母亲，她就是我们村的一个民办老师。当时我母亲生了一场重病，不能再单课了。这个时候，我们村的支书，他也是我父亲的学生，他都找到了我父亲，说我们村呢现在已经缺少老师了，你让清如当老师吧。我父亲跟我谈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是10万个不愿意，躺在了炕上，一天没有吃饭，大哭了一场。后来，父亲呢，他都跟我说：“静茹，起来吃饭，并且说，你还是教书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那种眼神，包含着那种期望和请求。后来又说：“静茹，我们家庭小学，你爷爷创办的。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也有一个梦想，我想考上大学，走出这个村子去。结果让我爷爷给留住了。
当时我们村呢，读过书的人很少，几乎都没有文化。但虽然说您后来是被父亲留下来了，在村里开始教书，后来好像还是不那么的踏实，还交过辞职报告的是吗？是的，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孩子的父亲了。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孩子穿的还是我骑着自行车就到我们学校，我想让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节课。当时已经下雨了，下着大雨，天上打着雷，打着闪。当我走到我们学校门口的时候，我这个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走不动。当我走到教室里的时候，全班的学生鸦雀无声，他看着我，晕了浑身透湿。我给孩子们说：“同学们，给你们上的是最后一节课，以后不再教你们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学生，他说了：“胡老师，你继续教我们吧，你别走。”他的一声不要紧，全班的学生都喊了：“胡老师，你别走，你教我们吧，继续教我们吧。”那种场景，孩子们哇哇的哭，当时我也哭了。哎呀，想起来我真是后悔，我后悔我不该有这个决定，该把这个孩子们教下去。在那以后再也没想过要离开吧？是，这是我爷爷。这是一个什么本儿啊？就是这是一个爷爷的学生的作文本儿。哎，哦，把学生的作文，他都给装订了一起。哦，订在里边。哎，对，这篇作文就是胡德燕，今天他也来到了现场，87岁了。非常健康，87了，就是爷爷的学生是吗？也来到了现场。来，我们赶紧给胡老先生，来，胡爷爷来。胡老师这一家4
4代人，20多位老师，所以你们教出来的学生在村里应该也有好几代了，对吗？好几代。我们家这是4代，都是胡廷禄家4代老师的学生。我是胡廷禄爷爷的学生，我儿子是胡廷禄爸爸的学生，我孙子是胡廷禄的学生，我重孙是这个胡廷禄女儿的学生。所以呀、他们有一句话形容这个胡清如这一家叫一门师表，2万弟子，3尺讲台，4世传家。谢谢胡老，您台下就坐。对，今天啊，这个家里边因为有太多的胡老师了，不仅是4叔来了，这个还有好像孩子也来了，是吗？孩子来了，儿子。哎呦，你们好。这位儿子在平县县第3中学，也是个乡村的中学，胡树国，这是我侄女儿。这也是个侄女胡淑菲，这是我女儿胡淑慧。好。这是我妹妹胡清娟，现在在我曾经在那儿当校长的那个学校西文明的小学副校长。这是我堂弟胡清培，现在在我们平县县教了20多年。看到这一幕，真的还是很感动，让我觉得教书育人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选择，也是一种人生的信条，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而也正是像胡清如家里的这些老师们一样的许许多多的乡村教师的努力，才补上了我们国家农村教育的短板，才能够真正的去实现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向所有的老师们表达我们的谢意，谢谢你们。欢迎我们的演员在现场为我们带来凤凰琴戏剧演绎。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姑娘张英子2次高考落榜，无奈之下，来到界岭小学，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到校后不久，张英子发现，学校里的3位老师在县里的扫盲工作检查时谎报入学率，让一个学生写多份作业。在不明缘由的情况下，张英子一气之下告到了县教育局。于校长等人期盼已久的奖金和转正名额也因此泡了汤。你敢告状？谁让你告的？那转正名额让你告没了，学校的奖金全都让你告泡汤了，800块呀！整个学校的奖金你知道吗？这3年才有1次教育系统大检查，3年的机会多难得，你知不知道啊？你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我告你们怎么了？我告你们都是轻的。证据，证据呢？啊？谎报入学率，你们让一个孩子写2到3本作业。我干什么？卢子，你简直就是个扫把星啊！哎，我们跟你有什么仇，有什么怨啊？你这不是害我们，害人精！你们为了一笔奖金，弄虚作假。为了一个转正名额，沽名钓誉，那你们是什么？我是害人精，你们就是恶霸！你看看你们俩，哪像教师？嘿，干什么？在里面给我待着！我让你告！开门！不开！
干什么？你去高家！放我出去！带着吧你！开门！哎，你说咱俩怎么碰着这么一个人？呀，还谈上了，没见过这么没心少肺的。你给我好好的谈啊！哼，可真够行的。谈吧。我有事向你反映。我是英子。老于，我怎么听着这外面有什么动静？没事儿，你先睡。你别假装听不见啊！但我跟你直说了啊，我告诉你们学校副校长对我梅，还有教务主任孙四海，他们欺上瞒下，谎报入学率，还让咱们学校的孩子一个人写2到3份作业。于校长，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被人利用了，还是你故意隐瞒，你故意糊涂。他们做了这样的事儿，我告了他们，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管不管？于校长，你们学校？你是谁呀？就跟你不是这个学校老师似的，有当老师的告自己学校的吗？你懂事吗？还你们学校，还我被人利用，你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欺人太甚！别被他影响了。
这天底下，连个说理的地儿都没了。有你骂自己学校的老师的吗？我也不配叫你校长。走了。我接着告。师傅，拖拉机师傅，等我，带我一程。咱们3个七上八下，运筹了1个月，他一告到底。怎么来了这么一个克星？现在名额没了，下面怎么办？校长来了，于校长。张营子呢？刚才上我家去了。不可能，我给他锁起来了。啥时候锁起来的？就刚才呀。也好，我是怕他让狼给叼了去。小张老师太年轻，就别为难他了。他不理解咱们，实在想告，就让他告吧。让他冷静一会儿啊，就把本打开，要不啊，真成咱们的不是了。我跟你们说啊，不能这么僵着，得凑钱。先把学生们采来的草药卖了去。今天这雨势也不太好，药量不多。再说现在卖也可惜了，也卖不出个好价钱呢。不管，先卖。明天不上课，让学生们上山采药去。校长，那我找几个学生家长看两棵树去。这木材都湿着，能卖啊？先卖了，便宜点。我再把那2头猪卖了。啥？那嫂子不得疯了？是啊，不管了，偷着买。于校长，于校长，张老师，张老师不见了。不可能！我知道了，我出去找，可别让狼给叼了去。真不叫人省心。找见了没有啊？没有，没有。行了，不早了，
你们都先回吧，我去他们家看看去。于校长，注意安全啊！哎，回吧。你有话不会好好说呀？你这孩子也是的，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你打我！你要是我亲闺女，我一巴掌拍死你！算了算了，你凭什么打我？就因为你告界岭小学的状，我在那儿可干了20年的。你跟他们也一伙的。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你！你们打我，你让干下！闺女，你告去！我就得告，你打我也得告。好，你告去啊！我不在这跟你说了，我去教育局说去。你说去，你说我连你一块告。你妈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孩子啊？给我倒点水。你恩将仇报啊！不摆事实，不找根据。你知道他们的底细吗？是善是恶呀？恶的。是对还是错呀？错了。哎呀，你这个孩子，哎呀，烫着手，哎呀！我现在告诉你，这是对的。别认为就你清楚，别人都是在骗人。你了解吉林小学的实际情况吗？哎，我在那教书那会儿，我是费了9牛2虎之力呀，我才把这入学率搞到了16%。那于校长那是费了多少心血呀！于校长，您来了。名字回来了没有啊？于校长，您好，您来了。于校长，孩子不懂事儿，让您跑一趟，对不住了。是，没事儿，我就看看他，人没事就好。是，您坐。真是我，哎呀，我不打了，这真是。就是他，把界岭小学的入学率搞到了60%。这期间，他想尽了多少的办法，伤了多少的脑筋，费了多少的力呀，才把这山村的小学硬办到现在。我问你，你知道那儿的老师一个月拿多少钱吗？100来块，少啊。你拿了吗？还没有。没有，你扯什么扯？那所有老师的工资啊，都已经拖欠半年多了，每个月到手的也就10来块钱的财政补助。这次想弄个闲劲，得点奖金，修个校舍，给孩子们过冬。那孩子们手上啊都是冻疮，看着都心疼。可是学校穷，修不起。这不，我们就动了点歪脑筋，谎报一下入学率。这是学校里多少人近3年来的心愿呢？这次检查，界岭小学要是能评上先进，这奖金就能修校舍，孩子们冬天就不用受冻了。这回奖金也没了，都是你惹的祸呀！于校长，他苦撑了一辈子，还要背个处分。
这转正还是彻底没希望了。那我问你，让学校孩子一个人写2、3份作业，这事儿你怎么说？让一个孩子写2、3份作业，这不就代表了入学率吗？这你怎么就不懂啊？不懂，这事我就是不明白，我搞不清楚。就你这脑子，也是考不上大学。没有入学率怎么评衔金呢？评不上衔金怎么得奖金呢？得不上奖金怎么修校舍呀？就这么简单？简单，这是崇高。就你们那种欺骗的行为，也配叫崇高？我说他是崇高，用你的话说，这就是欺骗。这是我，是于校长，是我们界岭小学所有人认为的崇高。我们没往自己身上连钱，我们是为了孩子们不受冻，是为了新校舍能盖得起来。差不多没事了，我回去了。校长，于校长，于校长，吃口东西再走吧。不吃了，走了。于校长，哎，你就是来看我的吗？是啊，山里有狼，你半夜走了，我不放心呢。那你刚刚让我滚，是我心里有气。你有气也不带这么伤人的。我来说吧，他是不想叫明老师知道，明老师是老于的爱人，也是咱们界岭小学最早的老师。他现在一直身体不好，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转正。如果学校获得先进，就能有一个转正的名额。大家也都商量好了，决定把这个名额让给明老师。可是你这么一闹，这名额没了，这要是叫明老师知道了，还不得出人命吗？没那么严重。这个孩子。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是坏人，听你这么一说，我成坏人了。你认为你是好人呐？知道你的，会认为你呀不做调查，小题大做；不知道你的，会认为你成心捣乱，恶人告刁状。于校长，真是对不住我。这样，教委我去给你喊冤。我自己的事自己担着，我想办法弥补。就你？啊，行了，我走了。哎，于校长，哎，于校长，您来坐会儿吧。好，您坐会儿。于校长，我送送你。哎，对，快去。你说你这孩子。哎，闺女，你干嘛去？你干嘛？你这……哎！于校长，于校长，别松了。哎，于校长，哎。这孩子呀，太不省心了，给你添堵了，多担待吧。哎呀，别说了，咱们也不对呀，毕竟谎报了入学率，我回去再想想办法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年冬天得把钱凑上，起码把墙修上来，孩子们不至于冻着。那明老师那边呢？我回去再安慰安慰他。我这儿啊，能给你凑个300块钱，给你先垫着。如果我需要，再跟你说。于校长，你真不容易啊！学校更不容易啊！今儿又退学走了一个孩子，昨儿个还在这儿呢。家里啊，半夜来人把他给领走了，他爹病死了，得回家顶大梁过日子，才12岁呀。你知道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学校的国旗，就像看见学校一样。我这心里……我说了要弥补，必须说到做到。老于啊，转正这个事儿，还是要先紧着你。我这病病歪歪的，别拖累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你别自己憋着。你好起来最重要，比那转正重要，啊！刚才那个张老师嚷嚷的，我都听着了，咱别计较，啊！是，他是个孩子嘛。我年轻的时候，脾气也那么臭。那个时候你漂亮着呢。我没有勇气当面向他们道歉，我把我的感受写在了文章里。寄给我省报的同学，发在省报最好的版面上，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
以求我内心的平静，以求更多的人能帮助这所小学。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大山小学国旗》。人呐，是会慢慢改变的。只要目的是善良的，就要坚持下去，就会打动别人。对张英子老师的态度可以转变一下，我们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也不要过多的埋怨他。我知道了，于校长。我现在看见他呀，还是高兴不起来。她是个女同志，帮助她一下。知道了。孩子们到齐了。好。对，走，火哥。李碧，同学们，天气就快转凉了，要多加衣服，锻炼身体，千万别感冒了。解散。于校长，于校长，啊，咱们吉林小学可是上了报纸了。哟，啊，我看看，我看看，哎，我看看。这篇文章得到了省教委的高度重视，决定给咱们吉林小学拨3000块专款修新校舍，还给了我们一个转正名额。转正名额太好了！哎呦，你看看这么一大篇，大山小学国旗，作者张英子。孩子们，都过来，都过来。去吧。我们的新校舍呀，可以动工了，我们可以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了，好不好啊？好。谢谢英子老师。谢谢英子老师。英子，谢谢啊。
请戏剧总导演裴信息。让世界品味中国，这里是由泸州老窖国窖1573独家冠名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特约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我们也再次用掌声感谢田沁鑫导演以及所有演员的精彩表演。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位嘉宾呢，他曾经就在教育部工作超过20年，是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原司长，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党委书记。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定华书记。你好，王书记，您好，欢迎您，欢迎欢迎，来，请。我们一直在聊民办教师，当然民办其实就是相对于公办而言的。我们国家呢，在上个世纪迅速普及小学教育，后来初中教育，需要大量的老师，而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有限，再加上财力不够，所以呢，就聘用了很多的民办老师。我的家乡河南省上蔡县东岸乡王庄，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再往上，我的父亲他也做过民办老师。我上学的时候和凤凰琴返阳的那个情景很相似，我们都是搬着板凳，在老师家去上课，都是一些土桌子、土台子，里面坐着土孩子。那时候条件都比较差，但是老师们精神状态，我感觉的还是好的。他们对我们非常关心。备课也非常的认真，上课也是一丝不苟。所以您在看凤凰琴的时候，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我感觉到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啊，有一种崇文重教的传统，大家还是希望孩子接受教育。我们对老师是一种尊重的。老师们既是乡村的英雄，也是平凡的人，也要工作，也要生活，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们在各种的权衡中，还是选择了大爱。他们把这种无私的爱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很多的这些乡村教师，实际上没有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田地照料得很好，把自己的孩子陪伴得很好，我对他们还是表示深深的敬意。中国有近300万乡村教师，可以说他们是传播现代文明、减贫脱困、均衡教育发展的重要的力量。是的。如何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受人尊敬、受人爱戴，让他们自己有一种职业的高尚感，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是有着深远的意义的，也是我们今天来重温经典凤凰琴的意义所在。应该说到2000年前后，中国的农村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乡村老师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1992年，国家教委等部门也印发了一个关于民办教师官转招辞退5字方针的这么一个文件，起到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官呢，就是不再招新的民办老师了；转呢，就是对于符合条件的转为公办；招呢，就是师范院校专门划出名额招民师，让他们去学习；辞呢，就是对特别不合格的辞退；退呢，就是退休。现在的中国的乡村教师、农村小学老师专科及以上学历可以达到92%，初中老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可以达到78.6%。
他们的进步啊，就意味着孩子们的进步。是的，国家启动了国培计划，每年拨出20多个亿，培训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教师和校长。国家实施了公费师范生的计划。国家还实施了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也就是说，每年我们招收10万名左右的大学毕业生，让他们到乡村去任教，有中央财政每个月发工资。特别是到了2015年，国务院还出台了一个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我看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签署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是您担任这个意见的起草组的组长。这是建党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的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这也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国1676万大中小幼职特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无比关心和对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把乡村教师他们的关切予以回应，把他们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使我们国家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行稳致远。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一群乡村老师的故事。老师好，你们好。对，每个孩子我都不肯放弃，只要他们能叫我一声老师，我就有责任教他们。我还有3次弃赛，我就应该要做我该做的事。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你们能健康快乐成长成才，就是老师最大的心愿。我希望我的学生能明白，风雨之后有彩虹，要敢于去克服困难，勇敢地去翻开人生新的一页。让每个乡村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我们乡村教师的使命。看到这个学生们能够一个个走出大山，能够这个学业有成，自己也感觉到很高兴。几百万的乡村教师啊，带着知识，带着理想，带着最朴素而美好的愿望，完成了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启蒙教育。也许凤凰琴的琴声并不奇特，但是它却奏响了千千万万农村孩子的命运之曲。陶行知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曾经说过，学校是乡村的中心，老师是乡村和学校的灵魂。就让我们再次感谢所有的乡村教师吧，你们是无名的英雄，是进步的希望。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故事里的中国》，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让世界品味中国。这里是由泸州老教国教1573独家冠名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特约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